大家好啊，江浙沪的朋友终于看到下雨了，是吧？这几天啊，华北尤其是山东下大雨江浙沪啊，江南一带还是非常热。但是今天开始啊，我的窗外也在下大雨，刚才刮了很大的风。这个主要还是受各种因素影响，主要是台风以及冷空气的影响。我们看一下，现在台风珊珊的位置啊，现在台风珊珊啊，大概位于呃鹿儿岛东南大概400公里左右的位置啊，那么现在呢还在持续向日本方向西北偏西移动，现在已经是2级台风。那么从我们去掉这个台风路线的这个图层啊，可以清晰看到啊，这个台风啊已经有了很清晰的台风眼，我们看一下，是吧？这个台风眼很清晰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台风啊，所以这个台风现在的规模看起来还是不小的啊。看到了吗？非常清晰的这个台风眼啊。原来预测呢，它可能在大阪登陆，现在看起来呢会偏东啊，那么会在鹿儿岛首先登陆，然后呢横穿这个日本的南部啊，横穿日本东南部。那么这个路线呢，看起来从鹿儿岛登陆之后啊，几乎沿着日本的东南部陆地一路向东北方向啊，然后在周四登陆之后呢，在周六呢逐渐就减弱为热带低压了。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啊，经过这个高松市左右的时候呢，还得有30米左右的风速啊，风速还是很大的。那受这个台风影响啊，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华南地区的云量啊，也华东和华南的云量也不小，所以这个虽然这个珊珊呢会继续的向顺着副热带高压脊啊向西南方向移动，在日本登陆之后啊，江南的降雨能稍微减弱一下啊。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是在下着中雨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降雨的情况。可以看到啊，这是现在啊这个实时的降雨。可以看到这个在浙江啊和江西啊还是有不小的雨啊，然后呢，这个降雨内啊会逐渐的移动。可以看到它一直就在这个钱塘江口徘徊啊，所以明天啊在江浙沪这一带的朋友呢，可能多少会受雨的影响啊，不过到白天雨就不太大了。说完南方的这个天气啊，我们再看一下北方的这个降雨啊。那么今天啊，在山东的东营昨天吧，昨天开始在山东东营是下了很大的雨。我们看一下这个降雨情况。那么山东的这个降雨啊是非常大的啊，还下就很有点吓人啊。那么这次降雨的话呢，破了记录啊，山东东营多地遭遇了特大暴雨啊，那么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啊，山东好多地方都下了特大暴雨，像东营市区啊，包括什么垦利啦之类的啊，都下了很大的雨。那么目前看起来呢，在其他地区啊也有降雨，但是都没有它这么大啊。那么东营啊，大家知道是石油城，那目前看起来呢，东营啊这个降雨量呢达到306.1毫米，东营市区啊，山东全省6月份以来的平均降水量是630.8，6月份以来啊比常年是偏多58%。那这回是下大雨了，东营市区就降了306.1毫米，垦利呢，就东营的稍微偏南点的是283，河口呢是275。可以看到啊，这个降雨呢是打破了东营单日的降雨记录，也是黄河口有观察室以来出现的特大暴雨。大家知道这个蔬菜价格上涨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高温和干旱。山东呢确实是今年降雨比较少，这个也影响了蔬菜的这个收获啊。那今天山东的降雨就减弱了啊。那目前来说呢，现在的天气是晴间多云了，但是这一轮天气下的还是非常大的。
这个雨呢确实是不均匀啊，在江浙沪下点小雨，实际上在新疆啊，这个塔克拉玛干啊，就是新疆的沙漠里边呢，竟然也下了雨，这个呢就让人很吃惊了。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遇到洪水，有朋友就是那么塔克拉玛干沙漠呢，它是在南疆嘛，是吧？它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10大沙漠，也是世界上第2大流动沙漠。最近10来天啊，就是在8月17号到27号啊，塔里木河上游啊，这个水啊偏多了大概4倍以上啊，所以呢，这个沙漠里边要洪灾啊也是很吓人的。主要原因呢就是高温融雪还是高温。7月15号开始啊，受这个高温融雪和强降雨影响呢，就塔里木河的上游流经这个阿克苏河、和田河、叶尔羌河呢，相继出现了大的洪水那么塔河的阿拉尔河段啊，发生了超警戒的洪水。所以这个沙漠里边出现洪水啊，其实并不罕见的塔里木河和它的源头支流，像和田河、叶尔羌河的河流啊，是经常有融雪性的洪水漫过河道。从过去10年吧，从过去5年，2017年到2021年啊，新疆有记录成灾的暴雨山洪就有20多次啊，所以这个沙漠里边这个发洪水啊也是很吓人的。只不过呢，它就是不好蓄水啊，这是这个新疆这个降雨情况。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地区之外啊，在长江上游四川、重庆还是持续高温天气。那么现在快开学了啊，很多在那边旅游的朋友呢，也要注意啊，这个未来3天啊，这个在这个四川、重庆这些地方呢，还是有接近40度左右的高温。大家知道前几天重庆的温度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四川东南部重庆中西部局部地区还是达到40度以上。所以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温度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就是高温地区呢是有限的几个我们看一下温度的图可以看到这个四川盆地是个明显的红色的深红色的区域，红色深的一区域，这就是高温这个越红越高，绿的就是低温蓝的就更低温接近冰点。所以大家看看，这是现在的温度那么明天中午大家可以看一下，明天中午是个什么温度？是不是变成紫色的了都黑紫了是吧？所以四川盆地的高温还是持续的。整个华北、华东乃至华南受降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的温度相对来说是降下来了。那到周四我们看一下周四中午12点那么到周四中午的话，可以看到这高温呢稍微有回升，一直到周五到周五的时候呢，这个温度就整个这个。因为受连续几天降雨影响到周五的时候，这个温度呢能稍微好一些那么周五12点可以看到，这个温度呢部分地区呢是略微抬升，所以一直到9月1号开学，看一下，一直到9月1号开学实际上这个天气呢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还是没有强台风过来也没有强的冷空气，所以呢就持续。这么个天气，不过好在是部分地区呢是有降雨，这个雨一降的话呢，多少温度是能下来一些。我看一下未来的降雨情况吧，降雨量的情况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周三的降雨量大家可以看一下看一下周三到周五的降雨量周三到周六吧，就是明天可以看到是在。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包括这个江西和湖南的南部，它还是有这个一些小雨的。那么在华北这些雨已经降完了下完了，其他的呢就是新疆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再个就是黑龙江的北部和东部。所以台风呢可以看到还在影响日本那么台风珊珊登陆日本之后会在日本带来强降雨、暴雨和特大暴雨那么未来3天整个日本的这个东部和南部这些地区降雨量呢普遍达到就是平均达到344毫米，就是3天的累计降雨量都是大雨、暴雨和特大暴雨这么个水平可以说这个台风
我估计会给日本带来比较大的这个洪涝啊。这就是这2天的天气，简单看一下。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